好，各位媒体朋友，大家好哈。我们今天召开第4次针对台师大女足案的跨部会专案会议。那会里面我们有一些重要的讨论也跟各位媒体朋友做说明。第一个部分就是针对陈师跟周师，我们上次清查出来有29件涉及运用协议样本的研究案，目前已经请学校都完成了清查。那我们也针对其中有14件是同学有来陈情，或是外界有检举的案子，也进行了实地的查核。那目前实地查核已经先完成台师大的部分，总共有10件，所以这10件有去实地查核的案子，我们已经有发现有8件，它是有至少有一个项目是不符合人体研究法规定的事项，或是有一些现有的资料是没有办法去判断它的那个人体实验研究法是否有落实，所以那有1件是判断应该是没有不符合的项目，那有1件还没有开始实行，所以这10件的初步清查的状况是这样子。那针对这29件有关那个周陈两师有运用协议样本的案子，以及29件里面，其中我们已经有查出来，实地查核出来，有发现新的事证，也跟各位说明一下何谓新的事证，其实也跟各位关心的差不多。第一个，比如说你那个知情同意书，你应该是事先就给同学签，但是他们有一些是事后补签，这确实是有。那比如说一般来讲，我们在受试者的部分，我们会注重有没有权利对等的关系，这是你要揭露的。比如说，他跟你们是师生关系，那师生关系基本上学校那个研究是要揭露的，因为我们担心说，因为有师生关系，或是你是有教练关系，所以教练叫你抽，你不敢不抽，你教练如果执行方法不对，你不敢申诉。这种就是因为有权利关系所以像这种其实他事先就要揭露，但是我们发觉我们目前完成的实地查核的10个案子里面，就有好几件是没有去揭露他们有师生关系，那这都是不符合我们一般 IRB 的审查的通则啦。那比如说各位关心的说，是不是有抽学者你计划明明写说要护理人员，但是你抽血确实让一个不符合你计划申请的人来抽血，也确实是有这个状况。甚至是不是有未成年的，我们查出来也有未成年的学生被抽血，但是没有法定代理人的同意。像这些都是我们新发现的一些事证，我们都会一并要求学校在教评会，那甚至在我们教育部的轮审会，我们也会再重新裁罚。上次有提到，我们已经裁罚学校110万，裁罚那个老师是各50万。那如果说还是有新的事证，我们可以再加重裁罚，这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有发现新的事证，所以我们也会再要求那个台师大这边针对新的事证再召开教评会，或是他们的考机会这个部分等等，再去进一步的益处，他有没有在更严重的一个疏失，我想这部分虽然已经目前周师跟陈师在研究学伦理这一块，有学校已经有在进行，但是因为有新的事证，所以我们还会要求学校再去把它并同再去做审查。那另外在国科会的部分，国科会会针对专题计划的补助要点里面，因为有涉及到违反要点里面的事项，他们也会去要求研究单位跟研究者，他们要终止补助，或是追回补助款，或降低他们在学校管理费的一个补助的比例，那这个部分，那针对研究者本人，他们也会有类似像停权，或是一些相关的处分。我想这是针对周陈2位老师我们初步盘点的一个结果，跟我们未来要议处的一个方向。那其次，国科会他们也针对整个
体育学门有涉及到血液样本的部分，上次也跟各位媒体朋友报告，他们清查出来有97个案子，那我们今天也针对这97个案子，要怎么去要求学校的伦理委员会 IRB 再去做审查，我们也做了讨论，那我们会要求说，学校可能要针对一样，针对于有没有经过学校的审查会，有没有受试者保护、血液样本的流向、血液样本的执行，以及受试费用、受试者名册等等，我们大概已经有商定具体的检核项目，会在1个月内请学校去完成清查，然后回复。那涉及的学校其实有23个学校，那这个只是我们长期的清查，并不是说这23个学校是有疏失，但是是因为他们曾经有体育学门的研究案，那国科为了进一步的去做更神圣的清查，他们所做的一个动作，我想这是针对国科会的部分。那最后也跟媒体朋友报告，因为我们从事件一开始，我们先着重在学生的权益保护，接下来再进行周成2位老师乃至于整个体育学门的一个清查的一个规划之后，我们现在会针对要求学校，也针对校长以及学校相关行政人员在处理这件事情，包括霸凌事件以及 IRB 执行上面他们的疏失以及责任问题，我们也会在1个月内要求学校提送检讨报告给教育部。那教育部我们会针对校长的部分来做检视，然后如果确有违失，我们就会提到我们的考纪会。那如果是校内的人员违失，我们就会请学校要依线完成校内的惩处活动。这大概是我们在今天开会讨论几个事项，也跟各位媒体朋友做说明。因为基本上虽然学校它是先针对其中的一个研究案，它已经做成了在教评会做成相关的处分，但是如果有新的事证或新的案子，学校的教评会还是可以再追加做讨论的，这块是没有问题的。